我是瓜皮儿。明日传奇前情提要：传奇小队在时空隧道遭到猎人追击，甩掉他之后，飞船坠落到30年后的星城。米克沉浸在这个乱世当中，但被斯纳特打晕带回飞船。萨拉遇到失去斗志的奥利弗，在他的鼓舞下，奥利弗重拾信心，击败丧钟。之后城堡号停留在太空，由于瑞普背叛组织，基迪根无法更新数据，萨维奇的线索中断。他们收到了另一位时间之主的求救信号，为了获取资料，来到了冥河号旁。意外的是，这艘飞船被时间海盗占领，3人被捕。米克被瑞普人身攻击，倍感失落，于是背叛他们，出卖了城堡号。传奇小队最终收复2艘飞船，瑞普也获得了最新数据。斯纳特亲手解决了米克。位于1958年的河蟹瀑布，汤米带着他的小女友贝蒂和同学在路上飙车，车子突然爆胎，冲向了路旁。恰巧的是，车子旁边刚好有一块陨石，贝蒂晕了过去。萨维奇出现，告诉他们这是你们的命。传奇小队来到了这个时代，从报纸上看到了最近关于杀人狂魔的事情。瑞普一看这事儿就和他有关系，没跑了。我们先从那些受害者开始调查。雷和查亚拉扮成一对夫妇，准备搬进之前受害者住过的房子。房东一看查亚拉是个黑人，言外之意不想让他住在这里，但毕竟人家是金主，只好妥协。斯泰因和萨若乔装成刚入职的医生和护士。斯纳特和瑞普以特别探员的身份来到警察局调查连环凶杀案的事情。警长告诉他们那是谣言，你们白来了。斯纳特不信邪，拿根铅笔把他给唬住了。杰弗逊作为这个小镇新来的黑人青年，和2个白人吃饭聊天显得格外扎眼。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在吃闷饭的贝蒂。午休结束，2人返回医院，杰弗逊坐在了他的旁边。这个年代的黑人还不被人接受，但他显得若无其事，还不停地散发着男性魅力。贝蒂的同学过来说他是个低能儿，然后2人对峙了一下，他们就怂了。贝蒂被他的雄性荷尔蒙所吸引，约他明晚小树林里一起玩耍。萨拉认为这是在耽误时间，斯泰因建议先调查下有暴力史的患者。萨拉领命前去寻找相关资料。这位小姐姐不断地被领导骚扰，却又不敢还击，她出手相助。大哥被咖啡洒了一身，离开这里。小姐姐跟他唠嗑，说自己还不想嫁给男人。萨拉一听懂了，那咱们出去逛逛吗？来到电梯间，发现了禁止入内的 H 走廊，然后一扭头。搬进新家的夫妻2人晚上收到了邻居家里聚会的邀请，她的老公端来了一碗热乎的汤。雷闻到了汤的味道，走了过来，然后也惊呆了。路人半道上车子爆胎，在他正准备换掉备胎的时候，掉下了一根羽毛。来到萨维奇家里之后，一位大姐误以为查亚拉是服务员。雷为了安慰她，说她是这屋里最美的女人。萨维奇表示同意，然后去盛酒。2人商量着，他拖住萨维奇，雷去搜索其他地方，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门。萨拉在和小姐姐调情，斯泰因嫉妒了，自己忙里忙外的，他却在勾搭人家。架还没开始吵，警铃响了起来。2人相处，萨维奇问他是否相信命运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大哥正准备进行下一步勾搭的时候，电话响起，他的病人病情发作，只好离开，返回医院。他来到了 H 走廊的病房，囚禁的人正是汤米。雷穿上原子战衣溜进了那扇门，查亚拉负责放哨，萨维奇逐渐接近，他发现了那把能够杀死萨维奇的匕首。当他打开门之后，雷趁机溜掉。萨拉问他每天在精神病院待着会不会害怕，小姐姐告诉他不怕，但是会寂寞。来到小树林幽会的杰弗逊被女孩子强吻，但他一心只想着办正事儿，把人家弄得怪尴尬的。贝蒂和他说起了男朋友汤米的故事，他的同学突然出现，4人陷入混乱之中，他俩准备趁乱逃跑，但是变异的汤米出现在了车子前方，贝蒂多处被抓伤。正在驱车前往城堡号时，被那个警长追上，以超速为由想要逮捕他。杰弗逊心切想带他去治疗，却遭到偷袭被打晕，然后被拖上了警车。吉迪恩通知他们杰弗逊有危险，2人赶到之后只发现了贝蒂，带回飞船之后研究着他的伤口。贝蒂告诉他们汤米变成了鸟人。瑞普恍然大悟，知道了这件事情和陨石相关。斯泰因认为他可以通过抓魂留下来的 DNA 制造出解药，然后他就出去了。雷偷偷拿出了匕首，瑞普提议兵分2路，一伙人去救杰弗逊，一伙人去杀萨维奇。查亚拉知道萨维奇想得到他，所以决定借此机会干掉他，然后不听劝的拿起匕首就走。杰弗逊被警长唤醒，萨维奇出现，他用针管吸取了陨石中的能量，成功注射进了杰弗逊的体内。杰弗逊变成了鸟人，大哥还感慨自己运气真好，还好没变成这个鸟样子。警长告诉他有客人来了，于是2人说了声拜拜。查亚拉告诉他，我是来给你送人头的，你随意处置我吧。入座之后，2人开始唠嗑。查亚拉告诉他，我梦到了我们俩在一起了。萨维奇也没多想，一口亲了上去，然后就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威胁着问他还有谁来了这里，顺手打开了所有鸟人束缚的开关。查亚拉问他，你这段时间忙啥呢？萨维奇告诉他，我在研究像你一样强大的战士，只不过没你好看。
查亚拉被他的话刺激到，给了他2拳，大哥更兴奋了。斯黛因和斯纳特前来支援，但这事儿刚好让他俩赶上。杰弗逊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斯纳特没有对他出手，朝天花板开了一枪，选择逃跑。小姐姐被鸟人逼到了角落里，萨拉出手相助，二人逃到大厅，被杰弗逊堵住。好在萨拉出现，一棒子给他干翻了。查亚拉败下阵来，萨维奇正准备一刀解决他，雷闯了进来，一个能量炮将他击飞出窗外。斯黛因把研制出来的解药注射进了他的身体，顺便感谢了一下斯纳特救队友的行为。杰弗逊开始恢复。康复之后赔了贝蒂一辆新的汽车，这可撩了妹子的心，但他是来坐月老的，俩人激动坏了。杰弗逊深藏功与名，夫妻俩收拾行李准备回飞船。查亚拉道歉自己之前的莽夫行为，雷表示理解，然后又飞船内，杰弗逊向斯纳特道歉，自己之前一直因为他杀米克的事情跟他过不去，但这次却救了自己。话还没说几句，飞船又遭到攻击。吉丁告诉他们，克洛诺斯攻破了右舱门，一伙人在飞船内大战了起来，两人着急上火的想合体，但又怕破坏飞船。3人来到飞船外准备登机，可是飞船起飞进入了时空旅行，留下3人发呆。克洛诺斯掌控了乘波号，飞船内的4人手足无措。瑞普下令让火风暴2人逃走，留下他们对付猎人。2人一边逃一边听着惨叫声，为了救队友，他们也不再担心会毁掉飞船。破门而入之后，发现瑞普躺在地上，而斯纳特却被带走，顺便还把他们的导航系统给拆了。瑞普心想，修也修不好，不如重启吧。看来跟我们修电脑的手法是一样的。在吉丁关机的时间段，他们只能选择自由落体。3人原地等待了10分钟，乘波号依旧没有出现。雷被萨尔说服，接受了他们不会再出现的这个事实。于是他们决定偷辆车子去开启新的生活。雷依然没有放弃，他建造了一个时间信标，只要乘波号出现，信号就会发出去，这样乘波号就能找到他们。家里变得越来越有氛围。雷用了10个月研造出了时间信标，可是当这玩意儿通上电之后就爆炸了。Sarah 实在受不了了，告诉雷，他们没有出现是因为他们都死了。我不想再跟你们过3人世界，我要过属于我的生活。886。2年后，雷在大学里讲课，有一位叫做盖茨的学生提问，顺便来了句家常，雷也顺嘴问了他一句：“你的孩子是不是叫比尔盖茨？”盖茨说：“这个名字不错，给查亚拉乐坏了。”下课之后，2人来到公园野炊，顺便纪念一下他们的2周年。雷把他的时间信标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他，想要把它埋掉当作纪念。正当他准备掏出戒指求婚的时候，信标开始发射信号。由于时间导航系统受损，飞船降落到了1960年。吉丁锁定了信号，出现在了他们面前，然后2人啥也没说就上了飞船。雷有点无法接受，他已经慢慢适应了这个年代。这2年，他有了新的朋友，还有学生等着他批改试卷。查亚拉安慰他：“再逼逼，信不信我刨你啊？”吉丁搜索了这个年代关于萨尔的消息，但没有结果。查亚拉好奇，克洛诺斯既然要抓人，那肯定也是抓瑞普，抓斯纳特肯定是有原因的。雷突然想起自己的原子战衣落在了沙发上，得回去取。1960年的南达尔巴特，萨拉在和同事切磋武艺，忍者大师一边训练他，一边治愈他杀戮的欲望，顺便让他当塔利亚的老师。位于时光穿梭区，斯纳特纳闷他为什么抓自己啊？猎人摘下头盔准备求婚，不过没有戒指。他终于明白了，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事儿，斯纳特没有下杀手，而是选择击晕他。米克当时过得浑浑噩噩，差点死掉，是时间之主救了他，把他带到了消失点。他们治疗他，训练他，功成名就之后，怀着报仇的心理开始追击他。雷和查亚拉发生争执，这2年发生了很多事儿，但他一看到乘波号，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让雷难以接受。查亚拉突然想到 ，Sarah 可能也是这么想的，于是吉丁恩搜索了和刺客联盟相关的资料。最近2年的确有新人到来，吉丁恩设定航线指向南达尔巴特。米克的飞船察觉到了乘波号的出现，他锁定了航线，开启了复仇之旅。米克带好装备前去复仇，离开了飞船。斯纳特想尽办法逃脱，他用脚捡起掉在地上的枪，枪口瞄向了自己的手，手被冻住之后，他朝地上猛地一敲。众人来到了南达尔巴特门前，其余人放哨。瑞普单刀赴会前去带走萨瑞，萨瑞很友好的来了个过肩摔，出卖了他们，所有人被拘禁。瑞普想起刺客联盟的规矩，他决定发起逼屋审判。忍者大师派萨瑞出战，瑞普派出了他的老对手查亚拉，2人切磋。查亚拉试图唤醒他温柔的一面，开始还有点小优势，但很快他躺在了地上。米克带着未来科技闯了进来，刺客们前仆后继的一一倒下。萨瑞一顿花里胡哨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忍者大师告诉他们，自己拉的屎就要自己擦屁股，解开了所有人的手铐，2人合体，火风暴登场。
众人联合起来打得米克毫无还手之力。火风暴正准备下杀手，斯纳特出现，摘下了他的面具之后，大伙惊呆了。米克还想还手，被萨若一脚踢晕过去。忍者大师非常睿智，从萨若的身手就能够看出他师出刺客联盟，推断出这伙人来自未来。最后找了个借口，说他既有慈悲之心，又有弑杀之心，这很矛盾，所以将他逐出了师门。萨若给他提了个醒，08年10月的时候，记得去炼狱岛找你的女儿妮莎。米克被囚禁住，但他仍不断威胁着大伙。瑞普切断了他们的通讯，希望大家能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毕竟曾经他们是伙伴，雷被他救过，所以接受这个提议。萨若也懂得怎么训练人。在他们刚上飞船的时候，瑞普采取了每个人的基因样本，于是邦斯纳特做了个新手出来。不得不说，这艘飞船的医保条件还真是不错的。查拉告诉雷，这几千年来，喜欢你是我唯一自己做过的决定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你咋想的呢？两人完事之后来到大厅开会，瑞普决定下一站前往2147年，因为现在的状况已经别无选择，这次的征途是在未来，并且充满着危险。大伙不说话，表示默认。众人入座之后，飞船驶出南达尔巴特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